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姚恩娜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Hi everyone, I'm Yaona. Welcome to my channel. For non-Mandarin speakers, you can turn on CC for English subtitle. 2个礼拜没有面对镜头了，我觉得有一点点的紧张。那现在已经11月了，所以就代表我们要来复习10月的爱用品是什么。我觉得我今天声音蛮低的，因为其实我生病。那生病这件事情，其实我可能会想要下个礼拜跟大家分享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。所以我今天感觉好像气色也没有很好，就感觉还是比较虚弱，没有特别想要刷色在手上给大家看我买的彩妆品。那不过其实我买的彩妆品之前我在别的影片都已经有用过了，那我就会再把那些影片连结放到右上角，就是你们看的时候稍微注意一下这样子。第一个要分享的是这2支 Armani 的奢华丝绒定制纯粹，这2个的色号其实好像去年初就已经出过了，但是我完全没有跟上那时候。色号是212跟213，那我相信你们应该都有看过别人的刷色了。212是我今天擦的这个颜色，213我之前有擦过，那我会在右上角放我擦过的那支影片的连结，你们可以去看看你们喜不喜欢那个颜色。212其实我觉得我这个只有擦1层而已，我觉得它有点深，但是一个很适合秋冬的颜色。下一个也是唇膏，是 MAC 的黑魔杖，然后色号是892 Over the Top。我觉得今年就是一个想要一直收集茶棕色的这种颜色。我知道黑魔杖还有好几种不同颜色，但是我就是特别想要收集茶棕色，所以我还是买了 Over the Top 的这个系列的颜色。当然，它擦起来跟它那个唇有一点点不太一样。这支我之前也有擦过，那我也会把那支影片连接放在右上角。然后对，想要说一下，就是这3支其实我不是买新的，我是在二手的美妆版上面跟别人买的，因为毕竟真的，我想一下我应该大概从来没有用完过任何一个彩妆品。然后我的理念又是我希望可以做环保，所以假如说现在版上有几乎近全新的彩妆品，那我就会觉得因为我只是想要收藏，我只是想要擦可能才那10次而已吧，所以我觉得我不需要特别去柜上然后买一个全新的，而且买人家二手的就是当然也比较省钱。如果你是通常有预算考量的人，或是你比较喜欢省钱的人，那你们就可以参考这种买法。再来下一个是粉底液，是那个 Dior 的再生花蜜系列的粉底。这罐粉底我在2017年就有买过，那时候我买的色号是 EN， 我觉得它还是稍微有点白，我记得那时候的价钱是3600，就已经觉得哇很高档了。现在这一罐好像已经涨到4000还4000多了吧。然后这一罐我也是跟人家买二手全新的。我发现台湾人真的很会买彩妆品，就是用不完还是会一直买。因为那个卖家他出新了好几罐粉底液，然后我跟他买的色号是2N，我觉得2N 这个颜色对我比较适合，比较不会那么粉白。你看这个色号，在2017年我买完这罐之后，我就直接把它带去国外用，所以我觉得那时候它对我来讲有一点点干，而且混合偏干的肤质是有些时候你脱皮你看不太出来，你可能底妆画上去你才发现有一点死皮这样子。所以我觉得这一罐那时候我在国外用的时候有点太干，我觉得这个真的蛮适合混合偏油在台湾使用的，而且它擦起来妆感真的蛮好的，而且我觉得我自己个人使用的心得是，我觉得它对我来讲蛮持久的，所以就是你不需要特别用非常手感的蜜粉
来定妆。我觉得它很好用，所以我才在板上跟别人买了第2罐。下一项也是粉底液，那我买的是小的试用瓶，它是娇兰的 24K 纯金19无瑕粉底，这一个是那一款雾面款的。因为我还是对于尝试光泽感的粉底有点障碍。因为我之前都一直觉得娇兰的粉底非常不持久，它就是只适合干肌，然后只适合皮肤没有什么问题的人可以使用。然后它出了这一款雾面的，我9月的时候原本有去百货公司想要拿他们的试用包，但是结果已经发完了，然后柜姐就有帮我试妆在额头上，我就觉得好像还不错。而且我也是没有用完过任何一罐粉底液，所以我就买了一个小样，我就只是想要用用看过瘾这样子。我觉得它还是比较适合秋冬比较没有那么热的时候使用，但这妆感也是蛮好看的。那如果你怕撑不住的话，那你可能就是妆前要做比较控油一点。娇兰比起就是再生花蜜这一款再更不手感一点这样子。如果你跟我一样是混合偏油的人，我觉得现在刚好这个季节这个气温你可以尝试看看。下一个是我朝思暮想的植村秀无极限亲密粉，我终于买了它。我觉得我真的觉得我好久没有用到一个很好用的蜜粉了。我也是听到很多人在称赞这一罐蜜粉，我就好想要尝试。而且它粉扑是这种红黑色的，觉得好美。它粉你可以看到它就是这样子白白的，粉很细，我怕打翻，所以我就这样子。它的孔就是一般这种孔，但是我觉得它粉非常好从那个孔掉出来。有些它可能开了孔，但它还是可能会整坨在那个孔洞，然后比较难掉出来。但这个我觉得它非常好掉出来，因为它粉很细，但它的粉就是一般这样子白白的。如果你用它的粉扑上，我个人觉得会看起来会有一点白白的，因为毕竟用粉扑上会感觉比较厚重一点，所以它还是会让你看起来有一点白白的。但是像我今天是用刷子上，我是很轻的，就这样子用滚的，就不会看起来有白一阶的感觉。我觉得用它的粉扑上比用刷子上看起来会更柔焦，更可以柔焦你的毛孔这样子。然后如果是用刷子的话，它就是很轻很薄的一层这样子。我个人觉得它的持妆度是蛮好的，就是好过很多市面上的蜜粉。而且我觉得它一开始上去的确会有稍微收干的感觉，我个人是不排斥这个感觉啊，我觉得很清爽。所以就看你那天想要的妆效是什么。如果你是很需要柔焦啊，然后很需要就是遮盖你的毛孔的话，那你可以用粉扑。如果你只是想要轻轻的定妆定一层的话，那你可以用刷子。而且它一盒这个真的超多的，是15克，虽然是比 Laura Mercier 少一点啦，但是我觉得15克也可以用很久。我应该也是没有办法把它用完。再来是我买了2罐保养品，是达特伊的维生素 A 醇精华跟补骨脂分精华，这2罐我是把它拿来一起使用的。因为你们也知道，就这2罐可以一起使用，然后也可以抗老，然后 A 醇也可以稍微改善粉刺跟痘痘。只不过呢，我不知道为什么，就是这一罐补骨脂分精华，它有一股怪味，我没有很喜欢。但是很快啊，就是你搓开之后，它就味道就会散掉。我已经买这个牌子买了好多次了，而且因为它的价位真的用起来一点不心疼，可以很好卖的使用。现在这个牌子他们有自己的官网有卖，然后某某上面也有卖。如果你想要试用看看的话，那你也可以去宝雅。宝雅是不是不能试用啊？但没关系，他在宝雅也有卖。那我们说到宝雅，对，我之前不是去参加那个 Cosme 的网友交流会嘛，所以呢我就去逛了宝雅，但我只有买几项而已，因为我扛了一个气球。
我觉得超级不方便。宝雅的那个走道真的超级小我觉得他为了塞很多东西在他的店里面，他的那个走道真的是你这样子2个人这样侧身经过的时候，真的我觉得一点也不好玩。所以我在宝雅呢，我就是对1028这一组 Artisan 的刷具蛮有兴趣的，所以我就先买了一支来试玩看看。我买的是头稍微有点大的眼影晕染刷，我不知道是我的问题还怎样。我今天用这一个来上我的眼妆，我觉得它让我的眼妆非常的卡色，不知道看不看得出来。其实我今天这边是非常卡色的，所以我2边眼妆上的有点不太一样，就这边因为卡色晕不开。这支我本来也想说我可以拿来上个鼻影，我觉得它这个头可能做的有点太大，如果还是要当晕染刷的话，我觉得它的头有点太尖，比较不适合。但这刷子还蛮好握的，然后很轻。再来是我买了这个刘海贴，然后里面有10个，这10个颜色它是莫兰迪色，真的很美。然后它每个颜色有2片，5个颜色，价钱是89块。可能稍微算是有点贵，但这颜色真的是蛮吸引人的啦，所以我就买了。反正你可以粘枕头嘛，刘海贴不代表说我只能粘刘海，对吧？我可以就是整个需要往后的地方都可以粘。因为我发现我在台湾的时候，我一直会觉得我的头发很重，然后我就会一直把它绑起来啊，或者是把中间这边用夹子夹起来。但我发现夹久的时候，你会觉得头发一直被往后扯的感觉，一直这样子，所以我觉得非常不舒服。我希望我的头发就是轻轻松松的往后这样子，而不是一直夹，然后一直就是去拉扯它。然后最后一个也是头发的，因为我想要尝试看看美国那种他们不是都会在这就是把头发往前梳，然后这样子卷上去，然后放下来，你的刘海就会这样子往旁边开。然后我也是很想要尝试那个发型，所以我就买了这个发卷，想要自己来用一下这样子。我今天没有用，我今天化完妆才发现，是不是可以用一下？但我已经来不及了，下次记得的时候会再用用看。而且我买的是这种，就是它有这样子，就是你把它卷起来之后呢，你就可以这样子固定你的头发。但是我觉得它这个，因为它没有很紧，就是它这一个还是比较没有那么稳固，所以我觉得还是要另外用夹子把它夹紧这样子。我10月其实没有买很多东西，因为我已经知道我要去参加 Cosme 的网友交流会了，我还蛮好奇他们会送什么礼物，所以我就觉得我好像没有特别想要去乱买。而且再来就是像是11月即将到来的光棍节啊，还有 Cyber Monday， 有些国外网站可以下单然后寄到台湾，上面有几项产品我真的很想买，所以我就想说那就在等11月的时候看看有什么可以买的，所以我10月就有忍下来这样子。那今天影片就到这里，希望你们喜欢。最后一样宣导善用环境友善的产品跟确实回收。如果你不喜欢的东西不想继续使用的话，可以送人、捐给弱势团体、上网拍卖或是拿去义卖。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，想支持我的话，请帮我按赞、分享加订阅。那我们下个礼拜见，ciao。